让美食告诉你它如何提高当地的文化，让美食告诉你它如何成为历史的主角。欢迎收听食之声。Hello， 欢迎收听食之声，我是主持人 Roger。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的故事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我们先来料理这一道主题。在讲故事的部分的时候呢，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做今天这一个主题。而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做香菇腊肠饭。那香菇腊肠饭呢，主要的做法跟一般的煲仔饭是很相似的。它的全名叫做香菇腊肠焖饭，跟煲仔饭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大多是围绕着这个腊肠饭来说明了。那我们先来料理的部分吧。做这个香菇腊肠饭呢，当然必不可少的一定要有大米，还有我们的香肠跟我们的香菇。那我们先准备5朵香菇，浸泡1个晚上，或者是浸泡2个小时左右，让里面的香菇呢更加的软。之后呢，我们将香菇取出，去根切成丁，再和3根的腊肠一样切成丁备用。当然，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菜色更加的丰富的话，你可以加一些三色豆。但是有一些人呢，像我这样呢，是不大喜欢吃三色豆的，所以都不会加入在这个食谱里面。甚至呢，有一些人可以加一些蒜头，那我也会加一些蒜头在今天的这个食材里面，所以我准备了大概10瓣的蒜头。将蒜头呢剥皮过后呢，不要对这个蒜头做任何的动作，只是纯粹的蒜头。之后把所有备料呢放在一边备用。然后呢，将我们的大米洗干净，大米呢准备一个200g 左右。洗干净后的大米呢，加上我们的清水，大概250g， 浸泡一个10分钟哦。为什么要浸泡一个10分钟呢？原因就是浸泡后的大米呢，吸收了水分，口感会更好。然后就要处理我们的食材了。食材其实很容易哦，就是将我们的香菇和香肠炒香它。那炒香它当然是要准备一个平底锅，之后准备我们3汤匙的食用油，放入平底锅弄热，再加上我们切好的香菇去爆香，过后再加上我们的腊肠去翻炒。炒出来的油脂呢，我们就放一边。之后我们再加入我们一些调味料，20g 的生抽， 5g 的老抽， 10g 的蚝油，还有我们的糖 2g。 之后在里面不停的翻炒，将所有的材料和调味料呢翻炒成一个均匀哦。过后将我们的米和水，还有我们翻炒好的食材倒入电饭锅里面搅拌，再加上我们10瓣的蒜头。这个时候呢，你的水的高度呢是刚刚好，淹没过你的食材的。假如水太少的话呢，米粒会比较容易太硬。假如太多的话呢，口感会比较粘稠，所以水的部分呢，记得要刚刚好掩埋过你的食材。我个人做的时候呢，是刚刚好的。之后呢，打开我们的煮饭模式，等待饭煮好过后呢，就可以食用了。当然最后呢，要加入一点点的葱花，因为我们没有取用这个三色豆嘛，所以我们的饭看起来呢，就没有一些色彩。我个人呢，会加一些葱花，所以我准备1根葱切成花，过后放在这个焖饭上面。整个过程就是把材料炒好，过后再把大米跟水放入进去，然后等饭煮好即可。再加上我们一些葱花，看起来色彩会比较鲜艳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取用三色豆，所以就要用葱花。当然假如说你想要用三色豆的话，我个人建议是三色豆尽量是用在少一点，或者是尽量是看你个人的需求去调配这个三色豆。那今天的料理的焖饭呢，就是这么简单了。其实说到这个香菇腊肠饭呢，跟煲仔饭非常类似。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围绕着煲仔饭跟所谓这个香肠饭来叙说吧。那我们故事开始吧。
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呢，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农历7月的一系列的鬼怪故事。而这个鬼怪故事呢，跟今天的这一道腊肠饭是有相通的哦。与其说这一个故事呢是鬼怪故事，倒不如说这个故事是都市怪谈。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也流传着这个故事。故事呢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是又隐藏着一系列的辛酸哦。而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要的地点是在香港的九龙城寨。香港的九龙城寨在没被政府清拆之前呢，九龙城寨算是香港最大的贫民窟，所住的大多数都是新移民或者是社会底层的草根。如果说九龙城寨还存在的话呢，还是有市场的需求，因为不管在任何的时代，有富贵人家，也有比较低端的人口。那说说这个九龙城寨吧。九龙城寨其实真正的名字叫做九龙寨城。寨这个意思呢，是防守围绕的栏杆制成的一个区域，是军事的驻地。清政府在1842年签下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呢，签下了北京条约，再把九龙半岛的界限割让给英国。1898年签下了扩展香港界址专条，把九龙半岛北部以及新界租给了英国，唯独留着九龙城寨归清朝去管辖，还有作为驻扎的地方，类似现代的领事馆。当然过后满清政权覆灭过后呢，民国政府和共产党忙着内战，无暇顾及这个九龙城寨。英国政府也没有职权去管理这个九龙城寨。九龙城寨呢，慢慢就变成所谓的三不管地区。三不管顾名思义就是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国政府不想管，中国政府不能管，所称为三不管。就是因为有这一个地方，所以才有很多的类似做一些偏门的生意的人都会聚集在九龙城寨。因为三不管嘛，政府不能管，香港警察也不能进入，所以慢慢的九龙城寨就变成了很多鱼龙混杂的一个地方。而在里面的卫生呢，也非常的凌乱，环境脏乱和差，只有这些生活最底层的人才会住在里面。再加上当时候九龙城寨里面有一个鱼蛋作坊，经常会加工一些死鱼啊或者是死虾，所以导致呢整个九龙城寨呢都有一股腥臭味。而今天的故事本身呢，是在1983年的一个夏天，当时候九龙城寨里面的住户对这些味道的都习以为常，毕竟里面呢都是狭窄，而且呢在夏天温度过高，都不会想到任何的恶臭是来自于其他方面。但是经过了3-4天，这股恶臭呢依然没有消停，连续日下的高温呢，让住在九龙城寨里面的住户都不能忍受，于是乎还是有人选择了报警。这案件其实在报警过后呢，慢慢的浮现出来。当时有2名警察接到报案，他们打算去到现场，但是呢这2名警察呢也知道九龙城寨属于一个三不管地带，里面经常会有打架斗殴，或者是经常会有吸毒的人员，所以他们对于这股恶臭的由来也心照不宣哦，想说应该是有类似的案件。虽然是不情不愿的情况下，他们还是选择了出警。果然刚到九龙城寨里面，他们发现里面呢有一栋大楼发出的恶臭呢比周围还要猛烈。于是乎警方按照报案人的信息寻找到这栋大楼，而这个味道呢，经过警方的巡逻呢，发现到是在大楼4楼的一户人家。而警方呢就很快做出了行动，对这一户人家呢敲起了门。当时这2名警察呢，其实心里面多多少少都已经感受到气氛是不对的，但是经过2人的眼神示意下，还是敲了这一个房门。出乎意料的是，敲了2下呢，这户人家的大门呢是打开了。打开过后呢，恶臭更加的浓烈，其中一个警察甚至出现了干呕的现象。当时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大概在4-5岁左右。警察迅速的环视四周屋里面的情况，他只看到一间小小的屋子，却堆放了很多的杂物。在一个桌子上呢，发现一个略大点的女孩。当时候这个女孩
大概是在7、8岁左右，手里呢拿着一个笔，然后好像是在写作业之类的东西。警察不动声色的就问这2个女孩，家里的大人去哪里了？这时候这个小女孩呢，她是没有张开口说任何的话，只是扭头看向另一个较大点的女孩。较大一点的女孩呢，抬头看了警察一眼，她说妈妈刚才给他们做完饭就去屋里面休息了。这句话其实让警察意识到情况有一点不对，但是在这个屋里面呢，又飘来了一股腊肠饭的味道。这种很奇怪的一个组合，让空气中有股让人作呕的臭味，竟然还夹杂着腊肠饭的香味。果然厨房里面正在煲这个腊肠饭。警察刻意的忽略掉屋里面奇怪的味道，2个人心里面呢也惊讶这2个小孩好像是习以为常的情况，一个在写作业，而另一个呢在屋里周围玩耍。写作业的这个小女孩子用冷冷的眼睛看向这2个警察，手指了屋后面的房间。这一次故作镇定的警察再也镇定不了了，因为呢当他们推开一半的房门，他们发现床上面呢有一具高度腐尸的女尸，尸体的腐败非常严重，甚至呢流出了尸水，恶臭的来源呢也找到了。对此呢，这个场景让警察毛骨悚然。大一点的女孩依然不急不慢地说道，妈妈身体不舒服，给他们做好饭过后就进去里面躺着了，仿佛在她眼里面躺下的只是一个劳累的母亲，而不是冰冷的尸体。警察看了这一幕，多多少少有感到震惊而且心酸。他们当然不肯相信这2个孩子说的话，眼前这个女尸呢看起来至少死亡了1、2个月，那怎么可能会起身还继续帮孩子做饭呢？更荒唐的灵异事件也不可能在白天发生。然而这就是香港多年传言的鬼妈妈做饭事件。最终这2个女孩呢也带到了警局，经过了调查，这家人原本是父母带着女儿偷渡到了香港，但是狠心的父亲在几年前呢抛下了母女3人，再也没有回来。死亡证明的女人呢正是这2位女孩的母亲。尸检证明母亲是过劳而死，也不存在他杀的嫌疑。但是为什么女孩一口咬定他们的母亲还在为他们做饭呢？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一点毛毛的，但是呢会夹杂一点心酸哦。在当时候那个情况，一个贫穷的家庭，一个母亲为了抚养2个女儿，甚至在去世后也不忘为这2个女儿做饭。九龙城在1993年就已经被移除了，这件事呢真实的发生地也并不存在。传闻中2个女孩说自己吃完饭还要上学，但是根据周围邻居的口供，这个房间呢好几天都没有人出入了。那到底是谁在说谎？如果孩子的母亲已经过世2个多月，那又是谁为这2个孩子做饭呢？而且还是香喷喷的腊肠饭。个人想法会比较偏向于可能是这一个比较略大一点的女孩去做这个腊肠饭，7、8岁应该可以碰得到电饭锅。但是比较疑惑的一点是，根据邻居的说法，是没有人从这间屋子出来好几天，那所谓的腊肠又是哪来的呢？那今天的故事呢其实算是很短，就说明这个腊肠饭的灵异事件也应景了接下来的农历7月。这个只是我在时辰里面一个开头的灵异故事。当然有心想听一系列的鬼故事的话，欢迎去我们的棋谱听我们棋谱将会在这1个月的农历7月呢不停的播放鬼故事系列，包括我个人里面有说到我个人所经历的鬼故事。所以想听更多的话呢，就欢迎去听我们棋谱的鬼故事系列。因为接近7月，农历7月也根据这个农历7月做出了一些改动。那我们说回腊肠饭，其实这个只是一个都市传说。那其实腊肠饭呢本身呢会类似像煲仔饭，而煲仔饭呢是广东特色的传统美食，以大米、广式腊肠、青菜、鸡蛋、沙拉油、老抽、酱油、白糖、香油等的原材料来制作而成。
煲仔饭做法呢，其实简单又方便，具有补脾和胃还有清肺的功能。煲仔饭来自于广东嘛，是以砂锅作为皿具来煮饭，而广东所称砂锅称为煲仔，顾名思义就变成现在的煲仔饭。煲仔饭的历史呢相当悠久，在2000多年前《礼记注书》里面的书呢都有记载，周代8珍中的第一珍跟第二珍和煲仔饭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改用黄米作为原材料罢了。只可见当时候是一个很名贵的一道菜。所以今天的腊肠饭呢，故事到这一段落就差不多该讲完了。主要是我想在农历7月做一个开头，在我们实时生讲一些灵异的事件，或者是算是都市传说，所以才有这一期的腊肠饭。那做法呢其实也相当的简单，所以呢喜欢我节目的话，欢迎你继续收听哦。感谢你的收听，拜拜。好了，我们的故事听到这边就完结啦。喜欢收听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点赞、分享、留言，还有给个5星好评。想要收听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去各大平台 Firstory、Spotify、KKBOX、Apple Podcasts 还有 Google Podcasts。 当然假如你要听到我更多的声音的话，你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棋谱。感谢你的收听，拜拜。